到 L'Associat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读牌的主题是这一段关系会如何发展，他想要对我说什么。所以不管你们现在是刚开始交往、交往中还是暧昧中，都可以选择一副牌来看一下目前你们的能量状态，接下来如何发展，还有他有什么话没有办法当面对你说，但是却想要告诉你的。一样，我们可以暂停影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静心。心静下来之后，心里想的这个问题，想着你心目中的这个人，慢慢睁开眼睛。哪一副牌最吸引你，或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那一副牌就有要给你的讯息哦。选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解牌咯。首先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颗很像玫瑰颜色的水晶，把它放这边。然后我们会先用3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跟你想的人这个之间，你们目前的关系能量状态如何。第一张 Time You are trying too hard, give it time. 你太过努力，要给一点时间。第二个 Ametrine 这是紫黄金，它是紫水晶跟黄水晶的结合，代表的是第3眼的能量以及财富的能量的聚合。第3张 Perfect Moon， 这是 reflow 重新流动的一个意思。好，我会来解释，但首先我想要用我想先讲一下，可能有生命灵数8的人会选择到这一副牌，因为这一张牌卡的页数是加起来是8，可能也有1跟6，生命灵数1、6、2、8的人会选择到这一副牌组。那我想要用这2颗骰子来看一下，来验证一下。我会甩3次，然后这个星座可能会是在你的星盘或者你的对象的星盘里，好吗？好 Spirits please show us金星双子，然后第2次，所以可能有双子座，或真的是金星在双子座，在你的星盘或他的星盘。这个应该是天王星在摩羯座，所以可能真的有天王星在摩羯座在你的星盘，或者是别的星在摩羯座。好，我们来选最后一次。火星在牡羊，火星牡羊，所以有牡羊座，或者是真的火星在牡羊座。好，所以这3个星座，双子、摩羯跟牡羊，会在你或你想的这个人的星盘里面。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这3张神谕卡代表你们之间关系的能量。首先我读到的第一个讯息是，从这张 time 时间来讲，你们太过用力，需要给一点时间。第一个讯息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可能是那个比较紧张的人，这可以是你们2个之间共同的能量，或者是你的能量。而你的紧张是有可能对方他的回应不够迅速，或者是对方他对这段连结付出的努力在你看来不够多，或者是你一直很想要赶快跟对方定下关系，所以你会有一种紧逼的感觉，有一种太过渴望知道对方的想法，想要跟对方定下来，有一种急切急迫感。但是所以宇宙跟你的指导灵给你这一张牌是说，其实你不用做太多的事情，因为事情如果这个人是适合你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会自然而然发展，你不需要太过的努力或用太多的方法去引起这个人的关注或他的兴趣，所以你应该要给一些时间给对方，
让对方思考，让对方自己去感受这一段关系。那可能有的人这个能量是对方的能量，而你是那个被他紧迫盯人的对象。第二个讯息，因为这一张 Ametrine 紫黄金，它的意思，它是给一些，它也是讲时间，所以这很有趣。对一些有 deadline 的人，就是有一些截止日逼迫的人，会需要这颗水晶去帮助在截止日前可以有一些很棒的点子出现，让他们可以赶在截止日前生出这个产品计划或者是 proposal。 同时这颗水晶也可以帮助你去做出对你有利的决定，适合你的决定。这颗水晶会平衡你的情绪，让你知道不管你怎么决定，最后都是宇宙最好的安排，都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从这张卡的含义再加上这张时间来看，我的第二个讯息是，选择1号牌组的人，你们可能有年龄的压力。第一个，你们可能会自己设限，说几岁就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成就，所以你们现在可能是适婚年龄。那这个适婚年龄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有些人20几岁就觉得自己应该结婚，有些人可能到30、40岁觉得事业有一定的发展才开始决定说应该是要结婚了。所以每一个人你们的经历的这个时间点不一样，但是你们都相同有一种被截止日赶着赶快赶鸭子上架，想要赶快找一个人定下来的感觉，所以你们会有这种急迫感。所以同时如果跟选择有关的话，因为这张卡也跟选择有关，我等一下会来解释。第一个是你跟你想的这个对象，你可能想要对方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回应，所以让你有点紧张，觉得到底能不能跟他发展长久稳定的发展，甚至到结婚。然后同时你可能内心深处有一点点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人，到底能不能跟你稳定的定下来，到底适不适合你长久的交往下去。因为感觉可能部分朋友你们的之间的关系的付出是有一点不太平衡，可能你这边付出的时间精力比较多，因为你是那个比较着急的一方，好吗？然后你们对成家有一种憧憬，我觉得，但是同时你并没有照着你的心走，这段关系甚至可能会让你有一点怀疑，说你到底是不是付出给对的对象，但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对象能不能给你梦想中的那种稳定家庭，或者甚至是浪漫梦幻的感觉，但你还是一直对这个对象付出时间跟精神。好，这张牌赫夫蒙，你们被自己的这个规定，被这种社会规则卡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思考说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适合你，也是不是适合他，你心里想的这个人。这张神谕卡希望你要把这种压力感放下，这种时间紧迫感放下，不要一直逼着自己，不要去害怕时间不够。Give it time， 除了给这个对方时间，也要给你自己时间，因为你还有时间，不要害怕。时间是一个幻觉，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别人的规定、社会的规定去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一定要结婚。首先你要知道你结婚的目的在哪里，你适不适合结婚，然后呢，你才会正确的判断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他长久交往，适不适合结婚。你如果把这些压力跟自己定的规则放下之后，你就可以重新回到一个很顺的能量状态，顺着宇宙的洪流走，你会发现你有一种轻松自在，然后更能够自由自在释放自己的魅力，甚至是去接受很多其他不同的机会的一个状态。你会打开自己，然后你的指导灵会用你的欲望跟热情
去指引你应该往哪一些方向去走，而帮助你做出对你最适合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你万一有一些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可能还是想要滑一下 dating app 啦，或者是还是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某一些活动，因为你对这个活动有热情，或者是你单纯就是想要再认识一些新朋友，想要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可以激起你的兴趣，激起你的浪漫情感的对象，那就是宇宙告诉你去做，你可能就是应该还要再认识其他不同的人选。我是举个例啦，但是有一些你们的热情可能是在兴趣或者是在开发新的事业上面，每一个人的热情不同，反正你要照着你的热情 passion， 这个 passion 就是引领你走往你正确的道路的一个方向指标，所以要追随它。然后这张卡有说，反正你要打开你的第三眼，好好的听你的直觉。2周之后会有一个事件发生，这个事件是一个关键的事件，那宇宙鼓励你要对这件事说 yes， 请你答应，请你敞开自己的心胸去接受这个事件的发生。如果是一个邀请，那就接受邀请，因为这个事件可以帮助你跟这一段关系有一个新的进展，不管是可能让你跟目前你想的这个人关系进展得更好更顺利，或者是帮助你理解其实你们2个不适合，还有另外一个更适合你的人存在。所以这是有不同的，每个人是不同的方向，但等一下我们会用塔罗来看你跟你想的人这一段关系会怎么进展，好吗？好，那如果目前的解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能量，就可以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一副牌，好吗？ OK， 是帮你们用塔罗抽到的，接下来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发展。你们可能之前有发生过争执，或者是意见不合的地方，然后某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目前是处在一个没有太常联系，那或者是直接断联的一个状态，因为这边是有 Tower 的逆位，那逆位可能代表的是这是一个过去的事件，那这个 Tower 是一个让你们双方都震惊，然后呢可能会需要双方冷静下来思考的一个时间，那有可能你们部分的朋友已经经历了这个时间，然后这件事情让你们觉得你们不想要放弃，因为第2张是死神牌 The End， 所以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争执，或是让你们双方震惊的这个事件，让你们2个都理解到这个关系的之前的状态必须结束。那为什么我说不想放弃？因为你们之后有一张是 Eight of Wands， 权杖8，权杖8是正位，所以代表的是你们并没有整个结束，而是因为之前的争执争端，让你们重新思考，然后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个人会决定要 take the leap of faith， 想要勇敢的跳入这个关系。但是我们这边还没有看到承诺，好吗？但是他想要你，或者是他愿意跟你重新开始，或你愿意跟他重新开始，你们想要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所以你们可能会先经历一个争执，可能会断联部分的朋友，或者是比较少联系，你们可能双方都以为这段关系没有办法进展下去了，但是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许就是这个卡牌说的2周之后，有一些可能是2周之后你们会发生这件事情，这个争执，或者是你们已经发生了争执，但2周之后会有一个事件让你们愿意重新再开始，其中一个人会 message 会联系另外一方，告知对方他的想法，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他来联系你，重新和好，然后告诉你他对你的感觉，或者是这是你愿意去联系这个人，然后呢想要跟他重新开始，因为你们之后这边这一张是宝剑8的逆位，
也就代表你们可能真的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纠结，这段关系让你们双方都有一种揪心的感觉，然后会有一些麻烦，一些思考，让你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进展这一段关系，你们困在自己的逻辑，困在自己的忧虑里面。那这个忧虑每一个朋友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你们之间某一个人决定要重新开始这段关系之后，你们可能双方听到了对方真实的想法，有一种爱意，有一种想要继续努力的感觉，你们就会跳出这种自我捆绑的情节，你们会想要把你们考虑的这些没有办法进展的因素先放掉，因为这是宝剑八逆位，你们等于是逃脱出自我的牢笼，愿意发展下去。这张是底牌，底牌是皇帝牌的逆位，所以一个讯息是某一方还不愿意做出承诺，因为还不确定，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你们会有一些顾虑。第二个讯息是这段关系可能一开始有一个人非常的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皇帝是一个比较霸气，比较有一点霸道，然后都要照他的意思走，然后比较传统，想要有一个家，想要稳定的关系。但是逆位的话代表其中的这个本来很霸道的人会改变想法，会变得比较 open-minded， 会打开心胸倾听另外一方的心声跟愿望，然后变得愿意柔软一点，然后愿意妥协，为了这段关系好好的进展愿意妥协。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牡羊座的能量出来了，我们刚刚有抽到牡羊座对不对？皇帝牌是牡羊，然后有一些风象星座的能量，然后有死神牌是天蝎的能量，然后这个塔牌也是天蝎，塔牌的是火星的能量，火星就是天蝎跟牡羊，所以这两个都对应到了。那中间的权杖八是火象星座的能量，就是射手、狮子跟牡羊所以有很多天蝎、牡羊、风象就是双子、天秤、水瓶的能量，大家自行对应。那我这边看到可能10月16号某一些部分的朋友有发生这个争执，或者是体验到可能10月16号或者是近期你们体会到你们不想要放弃这段关系，还不想要结束之类的。这边有生命灵数1、3、4、7跟8，大家自行对应哦，或者是生日在13号、16号、8号、4号的人会选择到这一副，或者是你的对象有这些生日，是这些日子出生。那接下来这下面这几张牌是一个可以算是时间点，也可以算是宇宙给你的建议，还有影响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的一些原因。首先 Finance and Career， Financial issues are a factor in your love life right now， 所以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财务跟事业。那这边有一点对应到这个皇帝牌的能量，不管是某一个人就是很注重事业的发展，或者是财务的稳定，财务如果不稳定，事业没有发展好，他没有办法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那或者是相反来讲，是某一个人他已经事业很稳定，也很有资产了，所以他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希望就觉得是时候开始应该要成家要结婚，而导致有一点在这段关系里面太逼迫对方，而让对方有压力，而导致关系发展的不顺畅。所以所谓的 finance and career， 财务跟职业影响到这段关系是这个意思，这两个讯息。那这一张 religious factors， your love life is influenced by your religious upbringing and spiritual path。这张牌又其实有对应到这一张 finance and career， 因为这就是某一方有一种很强烈的传统的能量在影响的这段关系。那一样跟皇帝牌有点类似，某一方非常的执念说一定要照着社会规则，或甚至某些部分的朋友你们是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对方有宗教信仰，而觉得应该要照着这些规则走，一定要结婚，一定要交往多久，
对方是不是一定要符合你的条件，是不是要门当户对之类的。甚至有的朋友真的很注重是不是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理念，就大家自行对应。好，中间这2张 Take time to breathe out， 又是 time 又出现了。这张鼓励你花一点时间从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人脱离出来，不要一直去想着这一段关系要怎么样进展，要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进展。你要给自己一些时间脱离出来去呼吸，你才会有一个新的思考方式。这是 Seminating Moon， 也就是窥兔月的意思，就是 Waning Gibbous 的同样的含义。这个时间点你们可以选择性的去大自然走一下，一个人，不要跟这个人，或者是你们可以利用，如果有争执，那就利用在断联的这段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呼吸，让自己放松，脱离出来。那如果没有争执那最好，但是你还是要给自己选择性的离开这个人一段时间，给他时间空间去思考，你自己也有时间空间去思考，好吗？这一章 A time to give rather than take， 这是一个付出多于接收的一段时间。 New Moon in Virgo， 新月在处女。如果你们是那个给予过多的人，那这一张卡就想要反过来，你应该要接收多一点，而不要再给予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付出没那么多，因为我刚一开始是不是有讲，你们这段关系不是很平衡，付出跟接收不是很平衡，所以大家自行参考对应说你是哪一方。你如果是接收多的，那你就要开始给予对方。你如果是相反，那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新月在处女的时候也是一个时间点，大家可以自行查一下接下来新月处女是什么时候。你们这段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平衡好，然后如果是你是给予压力的那一方，那你可能需要再柔软一点，倾听对方他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你有可能你虽然很爱对方，但是你的爱可能是有一种目的性的，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里程碑而去追寻这段关系，可能反而不是真的爱对方。所以目前整个能量看起来是，如果你后来决定可能2周后会有一个事件让你看清楚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你，然后呢你们可能大致上双方会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想要继续努力下去，在这段连结关系里面继续试试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2个需要沟通跟妥协，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你也要去倾听对方的想法，好吗？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收到了一些你想的这个人想要让你知道的话。首先第一张 I love you， 第一张跳出来就是 I love you。所以我不知道我刚刚讲的能量场你是对应到哪一方。总之这个人他是爱你的，你可能还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爱你，他可能表达的不够多或怎么样的。所以第一张他就说 I love you。第二张 We will be together again， 所以你们目前可能部分朋友真的是在分离的状态，那这个人他有信心想要告诉你你们还会在一起，好吗？第三张 I will wait for a sign from you， 所以他说我会等待你的一个怎么说 sign， 你给他的一个迹象。 sign 中文怎么翻啊？有点忘记了。总之这个能量场是对方在等你联系他，或等你给他一个提示，一个指示。比如说你可能在 social media po 一些什么东西让他知道，就是只有你们2个才知道的，就是那种亲密的讯息，让他知道他可以联系你，或者是让他知道你还想着他之类的。这一张 I replay our conversations over and over， 不管你们之间说了什么，你们可能在争执的时候说过什么话，或者是不是争执的话，而是你们在很浓密很有爱意的时候说的话，他都不停的在他脑海里重复去播放你们的这些话语。一个能量是他很想念你，所以他要一直不停的重复播放你们2个之间说过的话。
第二个能量是他很想要知道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懂为什么现在会是这种吵架分离的状态，到底你们双方谁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应该要怎么改进。这一章 I am grateful for the spiritual lesson， 他很感激这个灵性的课程，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可能真的有宗教的影响。一个部分的朋友可能只是有人在修身心灵，那可能是你修身心灵，然后让他这个人本来他没有在接触这些东西，但是你让他有了这个新的视野，让他学习到了很多身心灵的东西，有帮助到他。那第二个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真的有人有宗教信仰，然后让他就是在这一方面开启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下面这一排 Ace of Pentacle， Ace of Pentacle 就是钱币一，所以他呢是想要展开这段关系，而且是很实际的展开。他可能是同意你，如果你是那个很想要赶快成家的人，他可能会其实有点想要妥协，同意你，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是用这种很实际的方式，不是风花雪月而已，是真的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那也有可能说是对方这个人他是比较传统的那一方，他给你压力，那这边就是一样，他还是很希望可以跟你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第二章 Words to hurt， 这边有点对应到 conversation， 就是你们可能双方说了一些话，然后他想要告诉你话语是可以伤人的，有可能是你对他说了什么，或者是他知道自己知错，他可能对你说了什么，然后会伤到你或伤到这段关系。他就是其实还是想跟你沟通，他真的很想跟你沟通。这一章 Do you think about me too， 这个是宝剑一，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说他很想你，然后他很想知道你是否也有在想念他，然后他在等待你给他一个迹象，让他知道你们还可以重新联系，或者是你给他一个 hint， 就是像这个权杖八，他接受到了你的迹象之后，他可能马上就来联系你了。这一章 Please give me tim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这个可能是宝剑9，所以他对这段关系承受了不少压力，所以他可能会常常失眠，想到失眠。那他是说希望你给他一点时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就是他之前没有这种感受，从来没有这种感受过，所以你们的这段关系让他有一些更强烈更深层的体验跟体会，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说断就断。最后一章 You're so beautiful, why do you need me， 这个是应该是圣杯9，所以你在他眼里你是一个很会照顾自己跟展现自己，并且你真的可能就是在他眼中非常的美丽，或者是很俊帅，所以你就是条件很好，所以他会觉得你这么棒，为什么你会需要我呢？你这么美，你怎么会需要我？所以他对在你面前他这个人有点没有自信，那也有可能是这个对应到皇帝牌逆位。皇帝牌逆位就是一个本来应该是皇帝，但是他没有办法展现自己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经营一段关系或者是成家，所以这也可能是这张牌代表你的想的这个人，他对自己没有自信可以供给你生活，或者是成为你那个，如果他是男生，他很害怕自己没有能力跟你结婚照顾你，如果他是女生，他可能有点害怕自己配不上你，没有办法当你的所谓的贤内助之类的，每个人的想法的原因不一样，但是这边就是你想的对方他想要告诉你的话，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蛮想你的，然后他在等待机会跟你重新联系。那如果你这边觉得你有受到指引，有一个冲动想跟他联系，那不妨你可以当联系他的这个人，因为这边有权杖8。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可以为大家解惑。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然后也会帮助这支影片传播给其他有需要帮助的朋友。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那欢迎如果有需要个占的朋友，我的那个 description 下方会有我的 email， 你们可以联系我询问个占，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跟我互动。我会 po 每周运势以及不定期的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好吗？谢谢你们，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蚕丝玛瑙，把它放这边，是不是有一点类似这个 texture？ 首先我们用3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跟你想的人这个人之间，你们目前的关系能量状态如何。首先这一张是好长，我等一下会来解释。另外这一张是河图呗，寻找到团圆的意思。这一张呢，这个紫色的石头 Sugilite 苏记石，我把它放这边。首先我会先用骰子帮大家看一下你或者是你这个人有哪些星座在他或你的星盘里，好吗？我们骰3、4，第一个星座是什么呢？双子，第一副牌组也有双子。好，这个是土星双子，所以你们2个其中一个人可能土星在双子，或者是有其他的星在双子。那个我的喉咙最近开始今天突然变得非常的沙哑，因为我们这边巴黎气温突然降到13度，从喝冰咖啡现在突然改喝热茶，所以我目前好像有一点点喉咙不太舒服，不好意思。好，我们第2个星座是什么呢？双星在摩羯，好妙，就是第一副牌组也是双子跟摩羯，你们会不会又是2个人都来读牌啊？所以对方或你有冥王星在摩羯，冥王星在摩羯感觉是一个还蛮沉重的能量，或者是有其他星在摩羯。好，我们最后一次会是哪一个星座呢？又是双子 OK， 所以双子的能量非常的强，这个是冥王星在双子。我们再抽最后一次好了。狮子，所以这是北焦点或南焦点，因为这个每次我都不太清楚这一横到底是算上面还是下面，所以北焦或南焦在狮子座，所以你或者是他有狮子座的成分在他星盘里面。好，把它放这边。首先呢，我们现在来从神谕卡来看你们之间的能量状态。我们从中间这一张来看。Life is a series of constantly shifting cycles. 生命是一连串不停转变的循环。When we resist change, 当我们抗拒改变的时候 we resist the natural flow of life. 我们就抗拒了生命自然的流动 and create unnecessary stress, 并且会创造不必要的压力。Go with the flow, 跟着流走，顺着流走。You will be surprised where it leads. 你将会感到惊讶，这个生命的河流会带你到什么地方。So follow the flow, 臣服宇宙的意思，这张卡。好，我们先从我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一张，我们从这2张开始讲。Sugilite 苏记石，它的意思是说，这段关系我觉得带给你了灵性上的成长，可能因为这个人的关系，让你觉得你需要开始接触身心灵或甚至是宗教，让你可以平定身心，或者是因为你修了身心灵，然后就让你遇见了这个人。因为你修了身心灵，你学习了臣服的功课，宇宙就带领你遇见了这个人。2个不同的讯息。这一张 Hatuve 团圆，
这边有非常强烈的镜面效应的能量在这边，所以首先第一个讯息是，这个人他可能算是你的灵魂家族的一员，他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甚至他可能是你的双生火焰。因为这张卡这两只豹是完全镜面的形象，所以你跟他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你好像找到了一个，你跟他非常的合，你跟他非常的一拍即合，你跟他都有一种神秘魅惑的吸引力，你们找到了对方。这张卡也有在说，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认识到你是谁，你该走什么样的路。所以1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可能是让你开始修身心灵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那这个1年前发生的事情，这边有2个方向，一个是你可能1年前就因为你目前想的这个人，你跟他发生了一件事，分开了，而这个分开的悲伤的能量，把你推入了身心灵的领域，灵修的领域。或者是第2个讯息，对不起，我继续，第2个讯息还没讲完，就是他把你推进身心灵的领域之后，你发现身心灵是你应该走的一个道路，是你应该蜕变的一个，让你可以蜕变的一个功课。而因为你成长，你蜕变，你现在跟这个人重聚，你顺着宇宙的洪流，然后跟这个人又重新团圆相遇。所以这边有一个双生火焰的能量，你目前想的这个人是你们之前分开，目前又复合的一个状态，或者是1年前让你悲伤，让你进入身心灵领域的这个事件或人，让你的这个人生，让你的思考，让你的灵性有所成长之后，然后你现在找到了这个灵魂家族的成员，你现在想的这个对方是你的灵魂伴侣，这是我目前读到的能量场。你们这一组有很浓的聚合，互相寻找到对方，所以 either 是你们是前世就认识的灵魂伴侣，这一世你们终于最近又遇见了，或者是他是你的双生火焰，之前已经经历过分离的状态，最近又重新相遇。所以中间这一章我们回来讲的话，等于是说，我不觉得是你现在在抗拒一些事情，你可能对这段关系还是会有一些怀疑，你会有一点觉得有这么好吗？或者是你可能会在多虑很多的状态跟状况，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会让你觉得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你可能觉得很美好，你的抗拒是在抗拒这种美好，你会觉得是真实的吗的感觉。而这张卡是说，就不要抗拒，就享受你跟这个人目前的一起相处的这个过程，去享受它，不要抗拒，不要去觉得害怕之后是不是又会分开，你们是不是真的适合之类的。但是这张卡也是说，那就是因为你之前可能这1年的时间，你学习到要如何的听高我指导灵的指引，你愿意把自己的小我放在后面，然后呢，现在带领你找到了这个很契合的一个关系。那目前我们讲到这边，如果有对应到就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我们就跳出去重新选副牌好吗？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用那个塔罗来看一下你们这段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如何。Okay, I have to say this is beautiful. 帮你们抽了塔罗以及神谕4张神谕卡，代表你们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怎么发展。我必须要说 amazing， 完全对应我刚刚讲的你们的能量场。不要抗拒美好的事情发生好吗？因为你们这段关系就是如此的美好。我先说这张底牌是钱币8，我觉得你们双方，首先你们其中一个可能是摄影师，他可能是真的是摄影师，是平面静态摄影师或者是动态摄影师。第2个
可能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很喜欢帮对方拍影片跟照相。再来，这张的意思是你们双方都有意愿为了这段关系努力去沟通，去 work on 的，去付出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这个是这个钱币八的含义。今天沟通不顺畅没有关系，下次继续尝试沟通，就是不会去放弃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回到第一张14号的 Temperance 节制牌 Keep it chill。 你们呢，我觉得你们双方都是很成熟的人，因为这边节制牌，然后第二张是皇后 The Empress 3号，第三张是 King of Cups， 是一个国王，也是属于国王，也是属于成熟的一个牌，圣杯国王。最后这一张是圣杯9号。所以你们两个，一个是年龄都蛮成熟，可能是30岁40岁左右，那如果你是20几岁，代表你们双方的心智年龄情商都很高，所以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互相都会保有一种平静的态度。 Keep it chill 就是有种年轻人的感觉，就是不用太极端，很多事情好好讲，可以沟通，然后这段关系就是给他维持在一个很轻松的状态之下，不会给对方太多压力。这是一个度假的能量，就是轻松快乐，所以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属于这种轻松快乐，跟对方在一起很开心，这是你们主要的一个能量状态。那节制牌也是射手座的能量，这边还有一张 New Moon in Sagittarius， 新月在射手，所以2个射手能量都出现了。很妙的是第二张的皇后牌是金牛跟天平的能量，因为皇后牌是金星在主打，是属于金星的能量场，所以这边又有一张 New Moon in Taurus， 新月在金牛，所以金牛的能量又重复，所以你们之间一个有很强的射手能量，一个有很强的金牛能量，这2个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不搭，因为金牛是一个很稳定的特质，但是射手是一个很变化多端，因为它是变动星座，金牛是固定星座，但是你们的这段关系却很合得来。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2个都非常的可能在情感上很有经验，或者是年纪有一点，所以非常懂得沟通，非常懂得给对方空间思考之类的。好，我们回来讲皇后牌3号。如果反正你们之间的阴性能量，比如说如果你是女生，你是男生也没有关系，就是你是男生的话，可能你是同志的话，你是属于阴性能量比较强，或对方是属于阴性能量比较强。好，大家可以知道我的意思。然后呢，阴性能量强的那一方，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很美、很完美的存在。你成熟有魅力，又懂得经营自己，然后事业好像也很成功，也很会赚钱，然后呢又很有美感，很优雅，很有才华，然后自己家居都布置得很好，然后把自己也打理得很好，很美。我很美已经讲了好几遍，反正就是这个 The Bachelorette 的一个能量场，绝对是黄金单身女的一个能量场。然后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同时都会给对方有滋养的感觉，阴性能量的这一方绝对是那个给予最多滋养的人，那阳性能量的那一方就会觉得很受到，这样讲好了，所有的男人或者是所有的阳性能量都会希望找一个很包容心的阴性的能量，那你们这段关系就是很完美，因为阴性能量就是那个很有包容心，很成熟，很会，如果阳性能量有一点点的耍任性或者是躲起来，阴性能量会懂得适时的给对方空间，然后再等他回来去为这段关系付出努力之类的，这是我的一个举例哈。第3张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是天蝎的能量，所以你们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有天蝎在他的星盘里，他可能是金星天蝎、月亮天蝎、上升天蝎，或甚至是太阳天蝎。那天蝎这个男人就是阳性能量 The Single Dad，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
一个能量场，他不是那种小屁孩，他是一个爸爸，是一个单亲爸爸的能量。也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他有的时候会爱你疼你，他会懂得怎么爱你，怎么疼你，怎么照顾你，身心灵上面的照顾你，他会倾听你说话，你在他身边，就算你是女皇，但是他有时候会把你宠到像你会觉得他会把你宠上天，你会可以觉得像回到那种小女孩的感觉，在他身边撒娇之类的。所以你们两个是一个很合的，算是 counterpart， 就是神圣伴侣的一个能量场，感觉也是 power couple， 两个出去都应该是蛮羡煞他人的一段关系。那另外我有读到一个，因为他如果是 single dad， 表示他蛮忙的，就是因为他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你，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有一种体谅他工作很忙的一个感觉。圣杯9最后一张 Fantasy Suite，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因为金牛跟天蝎刚好都是固定星座，所以你们俩合的地方是在这边。你们可能一个是金星金牛，一个是金星天蝎这样，然后所以两个在感情里都可以很稳定，你们都寻求稳定、安稳、安全感，你们的安全感来源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可以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而且你们也同时都很注重舒适的家居、美感、和谐感，所以 Knight of Cups 你们俩在一起就会给足对方那种情感上的满足，情绪上的满足。Fantasy Suite 你们两个如果住在一起，你们家应该是真的是蛮美的，你们会把它打扮成布置成就像去度蜜月住的那种高级旅馆饭店一样的感觉，这是我这边读到的能量。那如果你们俩一起旅行，你们可能也是都是很喜欢那种舒适的饭店或 Airbnb 之类的，你们同时都喜欢舒适的环境，这是另外一个你们很合的地方。那再来就是你们俩在一起的关系就是圣杯9，就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那为什么没有圣杯10？可能因为你们目前交往还没有讨论到要什么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你们可能不是这一种，但是你们现在就是相处起来了解对方先，然后目前感觉在一起的感觉不错，这是你们目前圣杯9的状态。那未来可能可以成为圣杯10，你们都有这个心力这个心意想要去在这段关系努力，给予对方情感的满足，好吗？很美妙，这段关系很美妙就是一个很健康 I have to say 就是很健康的一个关系。然后 OK， 然后神谕卡这两张我刚刚有讲，星月金牛跟星月射手，所以你们金牛射手能量很强。然后 Prosperity lies ahead，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会一起共创美好共创美满的家园。你们两个在一起可能会有互相帮夫帮妻的能量，你们两个的事业发展或者是财富就会一直蒸蒸日上的一种感觉。你们两个的结合会帮助双方的运势越来越好的意思。因为金牛也是一个财富稳定、家庭稳定的象征，好吗？星月那就是一个即将要越来越满的一个能量场。你们两张都是星月，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会让双方的运势命运越来越美好的意思。这一张 Luck is on your side 还用讲吗？因为射手是木星在守护，是一个幸运的能量，所以你们两个的我刚刚有讲的运势越来越好，也会越来越幸运。你们两个找到对方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象征，一个幸运，你们可以在这一世重新找到对方，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那就是我刚刚讲，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帮妻帮夫 ，OK？ 这两张 ，This could be the one, yeah. You already met the romantic partner you seek. 这个人可能就是他了，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
命定人选，你已经找到，你已经遇见了你在寻找的这个浪漫的爱情的 partner 的另一半。对啊，他就是你的人啦，你们就是注定要在一起的啦。这一张 playfulness， playfulness 是什么？玩心吗？调皮的感觉。To recapture romance, allow your inner youthful spirit of fun to shine。 为了要重新找回浪漫的感觉，你要允许你内在的孩童或内在的那个年轻的你，年轻的灵魂，让它发光，让你这个有趣的年轻灵魂重新发光。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你要比较怎么说，应该是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很自然而然会激发对方这种年轻的能量，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那种又很像玩伴，不是那种老夫老妻，你们不会让对方成为老夫老妻那种无聊的感觉，不会，你们是可以用那种内在小孩跟对方相处，互相开玩笑，互相调情，不管在一起多久都还是可以互相调情，互相打闹的那种感觉。你们会让对方又重新感觉回到那种好像青春年少大学时代的爱情时光的那个意思。 OK， 怎么这么美好？太美好了，口干喝个水。好，我补充一下，这边选择2号牌组生命灵数有1、3、4、5、9，好吗？对不起，1、3、4、5、8、9生命灵数，或者是某月14号生、某月3号生、某月9号生、某月8号生的人，从这边看起来，从说的话看起来好，你们的关系发展会很美满、很美好，对不对？但是从这边说的话，我感觉有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现在有部分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目前可能还是一个刚开始，所以有一点卡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选到这一张 Life is a series of constantly shifting cycle。 所以有一些人，你们可能正在处在一个旧的循环结束，要开始新的循环的转变期，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美好跟稳定性，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怀疑这段关系到底能不能成。那所以宇宙才会说，不要去抗拒任何你们现在经历的这个关系的状态，就是顺着，也不要去逼对方太快的跟你下决定要不要在一起之类的。某部分的朋友可能是目前这样的状态，为什么呢？我会从这边来解释。首先，因为这10张是你的对象想要跟你说的话，我觉得这些想要说的话都是给目前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很稳定的人听的，因为如果已经很美满，这些只是一些 insecurity， 一些不安全感，而对方想要说的话。好，我一张一张来解释。第一张 I feel you leaving me behind， 这有2个讯息，一个是说你们如果关系状态还不错，那他觉得你是这个女皇，因为他只是圣杯国王，他不是一个皇帝牌，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你比他有才，你比他受人欢迎，你比他的条件好，所以他很害怕，他觉得他跟不上你，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这么多才多艺，或像你一样这么会讲话之类的，所以他很害怕你把他落下，他会落后，你可能会最后不要他，或忘记他，或被别人吸引走，这是第一个讯息。第二个讯息是，如果你们现在关系还不是很稳定，你第二排选择2号牌的朋友可能有一点点把能量抽回来，那这个人说他觉得你把他丢下了，他没有感受到你的能量了，他怕你就这样忘记他了。因为很妙的是下面这一张刚好抽到 I am terrified， 我怕极了，我非常的害怕，这个是宝剑9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2张是给目前可能处在断联或者是沟通还不是很协调状态的朋友。然后这一张 I will wait for a sign from you， 我会等待你给我的一个迹象。这张第一组又有抽到，所以我强烈的感觉你们1、2组又有一些连结。所以这个人他
他真的不安全感蛮重。如果他真的是金星天蝎或太阳天蝎，这是蛮有可能的。他自我保护很强。这个 sign 有可能是说，你们的关系如何发展，发展速度如何，是由你说了算。他在跟着你的步调走，你是这段关系里面的主导者，他愿意跟着你的步调走，所以看你怎么样去主导他，他就会用这个速度跟你发展，他不会太急切，因为他也不想吓到你之类的，那他也不敢太慢，又怕你跑掉，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这是给目前沟通不是很协调的朋友们，你们可能目前断联或者是没有常常联系，他在等待你的一个 sign 看他看到这个 sign， 他就知道他是不是可以跟你联系，或者是干脆你就直接跟他联系这样。那这一张是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leave? 如果我请你留下，你会离开吗？所以这边这4张完全是大家看到我的眼镜，这4张完全就是不安全感的话语。你的这个人很担心，真的很担心你可能就要跟他分开了。那这些讯息真的就是给目前关系不是很稳定的2号牌组的朋友，因为他在等待你的一个迹象，让他知道能不能继续跟你联系，并且他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你他的感觉，他在考虑要不要跟你提议说，那要不要交往，要不要稳定交往。如果他请你留在他身边，他怕你会拒绝他，他怕你会决定最后不跟他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有对应到的话，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好吗？第3章 So many things remind me of you， 好多事情都让我想到你。所以如果关系稳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应到如果你们是刚刚讲说之前有分离过后来又重聚的人，在你们分离的状态，他常常想到你，可能一首歌，你们讨论过的电影，某一些艺术作品会让他想到你的名字，想到你们的回忆，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想起你。那另外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们现在是处在有点小断联的状态，那就是他常常想到你，他常常在想到你们的对话，你提过的你喜欢的东西，或你提议他去看的电影之类的，他都会想起你。那这张刚好下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就刚好都会对应到上面那张牌。I worry about us a lot， 他经常担心你们2个的关系，他很担心，这个担心就是他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下去，他不知道你们未来会怎么样，他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他不知道该不该分开，各式各样的担心。那他每次想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担心会不会永远都不联系了之类的，或者是你们如果现在稳定交往，他会担心接下来会怎么样，你们要怎么发展，是不是应该要有更深入的讨论之类的。这一章 It's time for me to heal now， 现在是时候让我来疗愈了。真的很对应因为下面这张是 Run for advice。 我这边读到的一个讯息是说，如果你们之间是分开，最近重聚的话，他需要从这一次的分开，因为分开会让你们双方受伤嘛，那你们分开的原因有可能是你们其中一方接收了一些错误的建议，这可能是亲朋好友的建议，有可能是心理治疗师的建议，然后呢让他或你做了错误的决定而决定分开。那现在你们重新团聚，回到对方的身边，他终于可以从之前的那个伤心的状态开始疗愈他的心，让他开始感觉到被照顾，让他开始感觉圆满。这边这2张我一起讲，后面这张 I hide behind material things， 我躲在物质事物的背后。下面这一张 I need time for me， 这是宝剑4。所以你们想的这个人，他有时候会躲起来。我刚是不是有说他会很忙于工作，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物质生活条件对他很重要。他单身的时候他就已经很重视物质，所以他努力工作是为了赚取成就感、权力感跟
物质世界的丰富丰盈。那他跟你在一起，那他更需要努力工作，因为他想要有一个，他是国王，他要可以供给你。如果你们要出去玩，如果要去旅行，他希望可以当这个供给者。那有时候他忙到没有时间理你，就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是真的需要忙，或者是你们之间有一些小疙瘩或沟通不良，他就会用工作来填满，让自己不需要跟你沟通，因为他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他就躲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也就是躲在工作的背后，或其他的可能他的兴趣，可能投资，可能跟别的朋友相聚在一起，这些活动让他不需要面对一些尴尬的状态。然后因为下面这张是我需要给我自己时间，我需要时间让自己独处，所以这个人他是需要，所以如果有时候他不回讯息或很晚回讯息，你这边可能就要拿出这种女皇的能量去理解他，包容他，给他独处的时间，让他自己好好的疗愈他自己。因为他只有在他独处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想好怎么跟你沟通。那他这个疗愈就感觉他之前真的是听了错误的讯息跟建议，让他可能导致你们之前的一些争执或者是断联，所以他现在需要疗愈。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复联，他其实会很感激你的这个女皇的包容的能量场，这种爱他的能量。好，所以你们这段关系不管发展多久，你们可能就是他有时候他会有一点点的 introvert， 你就是给他会有一点内向，所以万一吵架啊或怎么样的，不要去逼他马上要跟我说清楚，就是不要这样逼他你让他躲起来独处一段时间，他会自动来跟你说清楚，好吗？ OK， 因为他的不安全感其实蛮强，他会有一点点的不自信。现在这样看起来，因为你是一个 keeper， 他知道你是那个独一无二很难得才会得到的对象。 OK， 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然后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可以帮助这支影片传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好吗？然后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跟不定期其他主题的塔罗运势，也欢迎大家跟我在 Instagram 互动，告诉我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样主题的读牌。然后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如果有需要个占咨询的，欢迎 email 给我，我的 description 里面都会有写我的 email。然后谢谢你们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青紫色的水晶柱，我把它放这边。首先我们用3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跟你想的这个人之间目前的能量状态如何。第一张是 Romance， Cupid's Arrow Strikes， 罗曼史，浪漫，丘比特爱的神箭击中你们咯。第二张，这张水晶卡是 Opal 蛋白石，我把它放这边。第三张 Regrets， 我把它放这边。首先我们会先用骰子来看一下你或者是你想的这个人的星座会可能是哪些。好，我们先骰第一次。巨蟹，所以你或你想的这个人冥王星在巨蟹座或其他的星在巨蟹座。好，我们来骰第二次。木星在双子又出现了，我的观众是很多双子座吗？木星在双子，所以你或他有双子在你的星盘里面，那可能真的有木星在双子座。我们再来看第三次，双鱼，木星在双鱼 ，OK， 所以你们可能有双鱼座，或他有双鱼座，或甚至是木星在双鱼座。好，首先我从这3张神谕卡来看，我想要讲，虽然刚刚的
骰子没有出现，但是你或者是他有摩羯座或金牛座的能量在你的星盘里面。因为每次这张卡出现的时候，这种因为 regret 是后悔的意思，这种后悔的能量跟这一只羊的骨骼头颅，然后脚上有一双眼睛。首先我想先讲你们其中一个人的固执的能量很强，这种固执跟自尊心太高，因为两只眼睛在这边总是会让我想到就是自我比较强，自尊心比较高，有的人甚至是真的会显示出一种骄傲感，眼睛长在头上的感觉，但不是每个人哈。但是这种太顾及自尊，太顾及面子，然后有的时候自我设限太多，常常会导致一种停滞的能量，让关系卡住的能量，而没有办法进展。而因为这些固执或者是骄傲，让关系没有办法进展，最后失去了这个人，就会有后悔的能量。那通常土象星座的人比较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土象星座的朋友，我们的个性，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那土象星座的人的个性想的比较周到，想的比较周全，但是周到周全的反面，也就是会让自己比较绑手绑脚，那难免会让机会溜走。所以这边3号牌组的朋友跟你们想的这个人之间有一种图像特质，是你或者是他，而导致你们关系目前可能处在卡顿的状态。但是你们中间是这张丘比特神剑，所以你跟他，你们在遇见彼此的时候，内心都有一种被丘比特神剑射到的感觉，就是有一种 I have a crush， 就是我好像恋爱了，这个人让我好着迷哦，他怎么这么优啊，就是一看见就好喜欢他的这种感觉，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咯。但是因为你们想的很多，或者是你想的这个人想的很多，所以这张牌另外也有一个解释，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跟这段关系有关，你们关系目前的关系是处在我刚刚讲的卡顿，没有办法前进，沟通可能不是很顺畅，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常去跟对方联系，因为有很多的顾虑，每个人顾虑的原因不一样，而导致可能其中一方开始渐渐的想要放弃这段关系。你有感受到某一方想要放弃，想要离开，而你现在开始有点感到后悔，觉得为什么之前没有多表现自己对对方的心意，没有多做一点动作去追求对方之类的，就是这个后悔的能量场。第二个说法是，你们目前的卡顿状态是其中有一方因为过往就有的感情经历，然后过往就有的感情经历让你有这种后悔的能量场，让你对目前的这一段关系不敢往前。那每一个人的原因就是也是不一样，大家自行对应。反正你们目前的关系，因为这张蛋白石也是给这种，蛋白石是给有卡顿能量状态的人，希望某一个 project， 某一项事物可以继续往前进。这边也有讲，想要让关系往前进，那你需要蛋白石的能量，让这个卡顿的状态解除。所以蛋白石这边有讲，是专门给 energetic block， 给能量卡住的人使用的。Feel all your feels， 这边写 Feel all your feels， 所以这张卡也是宇宙在鼓励你们，可能是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可能有一种逃避面对自己感情跟对这个人的感受的倾向，因为你害怕再度受到伤害，害怕自己又把关系搞砸，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你们这段关系没有办法往前，但是明明你们两个就是很互相吸引，有一种好像又重新恋爱的感觉。所以目前讲到这边，如果能量状态有对应到的话，就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跳出去再重新选一副牌好吗？然后我会用塔罗牌来看一下你们这段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这边是帮你们抽到
塔罗以及其他神谕卡代表你们关系会怎么样发展。首先，你们的火象能量非常的强。一个意思是说，你们抽到了大概几张？1、2、3、4张权杖卡，1张金币卡。所以一个含义是说，你或者是你想的这个人有非常多的火象星座的能量，射手、狮子、牡羊，或者是你有很多火象星座的能量，亦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多热情的火花，你们两个之间有那种非常 passionate 的连结。这个连结可以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被丘比特的箭射中，所以对对方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对方是你的菜，然后不管怎么样随时随地都想到对方，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然后他们可能很火辣，可能很美很帅，也代表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常的火热，互相很有那一方面的吸引力，好吗？所以你们两个之间的连结是一个非常火热、非常火象能量强的一个状态。But 好，我们首先看第一张是权杖1 First Impression Rose 代表你们两个一见面的时候，阳性能量就很清楚的表达对阴性能量的喜爱。阳性能量给阴性能量玫瑰的意思就是，阳性能量一见到这个阴性能量的人，就表明他喜欢他，想要追求他。他就算没有说想要追求他，他的言语、眼神、肢体都在的表明他很欣赏这个阴性能量状态的人。这个阳性能量甚至可能有直接说 I have a crush on you， 我好像被你吸引了，你很吸引人，可能常常称赞你。那这个 Ace of Wands 权杖1也代表是你们可能一见面才刚认识就有亲密关系的发生，所以是一种火热的点燃了你们两个之间的连结的开始。首先我要先我想对不起，为什么结巴？今天我常常结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选择3号牌组的人跟这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刚开始。好，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好，第2张，你们有了火热的开始，可能一下子就进展得很快。但是第2张是钱币9的逆位，这样可以说我读到几个讯息。这边的卡权杖9，对不起，金币9的逆位是一个女性阴性的能量，它是处女座的能量，它的旁边有权杖皇后，正位火象的能量。这边很明白的就讲了 The Beauty Queen 选美皇后，但是只有第2名，她不是第1名，是第2名。OK， 我要讲的是说，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尤其是阴性能量，可能对自己有点没有自信，他可能知道自己很美。这人有可能是男生哦，有可能是男生是阴性能量比较强，然后女方是阳性能量比较强，大家自行对应好吗？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是哪一个情况对应到你们。总之，这个阴性能量强的一方，他可能已经很美或很帅，但他总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自信。这个不自信，第一个，你可以说他很谦虚，他觉得他只有第2名，可是在你眼里或在他眼里，你们是第1名。然后他不自信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财务状况，他可能还觉得没有达标，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所以他对他的自己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并没有非常的满意，所以就没有很自信，所以这会影响到他在关系里面的发展跟主动性。或者是你们其中有一方真的是 influencer， 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小知名度之类的，这是另外一个讯息。那这样的状态会让另外一方有一点点的不自信，会觉得他可能会高攀，就是觉得对方又这么帅或这么美，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又有知名度，然后会觉得自己压力有点大，因为要跟很多人竞争。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张权杖5的逆位。另外呢，我还没有讲完钱币9的逆位，另外还有一个讯息，你们开始很火热的发展，可能发展很快速，直接进入亲密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有可能是这个阴性能量强的人，他的爱好自由，喜欢挑战，而导致这段关系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持续发展。
可能会忽冷忽热，某部分的朋友，或者是有的时候联络不到他，一下子很热情，一下子又不见，这就是这个钱币9逆位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们的关系一开始很热情，但是中间可能会有点不稳定性，没有很顺畅的发展。那我刚刚有讲这个权杖皇后正位，因为你们其中有一方非常的迷人，有魅力，甚至是他可能是还有在接触神秘学或身心灵部分的朋友哈。然后这个人我刚刚有讲喜欢有挑战性的关系，他不喜欢太安稳，他不是像金币土象能量那种安安稳稳的慢慢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感觉，不是，他是常常需要体力的活动，可能需要往外跑，要跟他一起做活动，刺激的活动，带他去好玩新奇的地方，然后他自己知道自己很有魅力，所以有很多人围在他身边，所以他可能会常常没有办法联系到，这样的状态会让这段关系走得比较稍微不能说坎坷，就是没那么顺畅。但是最后我们这张是权杖5逆位，也是几个讯息，你们其中一方会战胜其他的竞争者，你们会赢得，因为最后一张底牌是权杖6，权杖5逆位，然后权杖6正位，就直接很清楚了，上面写说 challenge winner。 如果你选择3号牌组的，你是觉得那个需要比较努力竞争的人，那不用担心，你绝对会赢得对方的芳心，你会打赢其他的竞争者，你会拿到奖杯，这个奖杯就是你想的这个人。那或者是相反过来，如果你觉得你是那个你的对方是比较需要辛苦一点去赢得你的注意力的话，那你会让他赢得你身边的这个位置。另外权杖5的逆位也有一个含义是，某一方会愿意敞开心胸，为了这段关系可以继续下去而妥协，所以你们之间可能有一点点的，虽然很互相吸引，但是可能有一些意见上或对感情的要求不太一样，而会有一些互相竞争的状态。那这个互相竞争就是有一点点争执，意见不合，但是又离不开对方，因为觉得对方很有吸引力，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么有吸引力的另一半，所以最后你们两个会互相协调，然后愿意为对方妥协，然后你退一步我退一步，看怎么样可以维持这段关系。最终你们这段关系会权杖6正位也讲的是说，你们会公开，你们会让大家知道你们两个是一对，是在一起，而且你们也很想让大家知道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就是可能俊男美女的配对，或者是你们其中一方真的觉得对方怎么这么有条件，这么有吸引力，真的很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你的人的这种感觉。好，这边神谕卡我来讲解一下。我先讲月相卡好了。第一张是 Nothing will come of this situation, Void of Course Moon， 这张是月亮空亡的意思，月亮空亡期。第二张 Meditate and Contemplate, New Moon in Pisces， 新月在双鱼，冥想跟沉思。首先月亮空亡期通常是我们有一点，月亮空亡期是我们不应该要做任何事情，不要有行动，不要许愿，不要去硬争取什么事情，而是要利用月亮空亡期去休息，去冥想，去沉思，去放松，跟朋友聊天，或者出去做一些娱乐活动，就是不要做太有建设性的事，这是月亮空亡期的能量代表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之间在进展的期间，宇宙是说不要太用力，有的时候如果对方不见了，对方没有回应，或这段关系好像停滞了，没有进展，你利用这段时间去连接宇宙，你要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你可以冥想，然后你可以给自己独处的时光，这样的时间可以让你更理解，你可能可以连接到对方的能量，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你也可以让自己更清楚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跟面对这个人，好吗？新月在双鱼，我觉得双鱼是疗愈的能量，所以这段关系可能也可以帮助你们疗愈，
疗愈自己跟疗愈对方。好，首先这2张浪漫天使神谕卡要说的是，第一个 codependency addictions are affecting your romantic life。 codependency 就是依赖性、依赖感。 addictions 某一种成瘾的问题正在影响着你的浪漫关系、浪漫生活。你们之间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人真的很有吸引力，或者是有一点某一个人对对方太着迷，而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绪抽回来，把能量放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 addiction 可能是你对对方成瘾，而产生了一种依赖的能量。那依赖的能量会给对方压力，尤其对方如果又是这个 Queen of Wands， 不喜欢被束缚的话，那你们会隐形的能量让对方想要逃脱，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 codependency 的问题。那也有可能这个是对方让你感觉到他的依赖感很强，所以你才会需要常常冥想，去平稳自己的身心，去摆脱掉这种容易上瘾的能量场，好吗？第2张 New Love 新的爱情， A new person has stirred your romantic feelings。 那这张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讲对方，你们可能互相都有这种是对方的新的爱情对象、恋爱对象的感觉，你们互相给对方一种小鹿乱撞，然后那种恋爱感，就像第1张我们能量卡讲的丘比特爱神。对啊，丘比特爱神。来看这边是写丘比特爱神，对不对？你看这边有几只丘比特，1、2、3，就丘比特只有1只啦。反正这边就是代表类似丘比特小天使的感觉。你们双方都觉得给对方这种粉红泡泡，然后罗曼蒂克，然后肚子里有心里小鹿乱撞，然后肚子里有蝴蝶在飞的那种感觉，很可爱，然后很期待下一次跟对方见面这种感觉。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跟你说。我忘了补充，我想补充一下，选3号牌组，你们的生命灵数，你或你想的人的生命灵数可能是1569，生命灵数1569的人可能会选到这副牌。然后好，这边是你想的人想要对你说的话。第1张 The timing just wasn't right for us， 他觉得你们有一点点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感觉，那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你觉得对方行动力不是很强，或者是常常搞不见那有可能是因为这是他在顾虑的一个问题，他可能目前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忙，或者是他有人生计划，但是却又遇到了你，那这一段关系对他的人生计划是有一点逆道而行的感觉。下面刚好这张是 I am terrified 9号，这是宝剑9，所以你想的这个人他常常会很烦恼，对这段关系想很多，很烦恼，睡不着，夜不成眠。这张在第2组好像有，还是第1组也有抽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容易在关系里面 terrified， I don't understand 他的 terrified， 他的害怕就是跟你在一起可能要改变他的人生方向，要让他放弃一些事情，不跟你在一起他又不想要失去你，可能这就是他害怕的地方，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选择。这张 I wish I could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you，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好消息。这可能是给一些正在断联或者是没有太常沟通的朋友们，他希望他可以常常跟你联系。下面这张刚好是 My life started when I met you， 这张应该是圣杯2，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有感觉你们两个很合，有一种灵魂伴侣的感觉。然后你可能让他有一种，你给了他一些自信心，你让他每天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他可能本来生活很枯燥或者是他的没自信，但是你给他的自信心，让他每天都带着粉红泡泡去工作啊，去上学啊，你让他比较有上进心，或者是有正向的能量，
然后导致他生活有很多好事开始发生，所以他希望跟你分享这种因为你而让他得到了很多好消息的这个能量场。所以 My life started when I met you， 就是你给他这种很正向的能量，让他变成更好的人。第3章 I lost myself for a little while， 我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自己，迷失了自己。这好对应哦。下面这张 7 I dream about you a lot, too much， 这张是圣杯7，我常常梦见你，有一点太常梦见你。所以你给他有一种迷失了他自我的感觉，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是一个有自我目标，他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就应该怎么走的人，遇见你之后，你给了他很多新的方向感，看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你对他你的魅力还有对他的吸引力，让他常常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甚至迷失了他原本计划好的人生方向。所以这会让他有点 terrified， 这也是让他害怕的其中的原因。那他常常想念你，想起你，所以他常常梦见你。如果你们现在是断联的话，他要告诉你他常常梦见你，因为他太想你了。这一章 You we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你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事情事物。下面这一章就是 Love me。 我要讲，我在抽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上面这一排去抽哦，它是自己出来刚好就有对应到上面这一排，所以他在跟你承认你是他遇过几乎是最棒的人，最完美的对象，你给了他很多的快乐，他希望你爱他。这边有点展现了他的不自信，同时有一点小霸道，这可能是权杖皇后的能量，他有一点命令你去爱他，同时也表现出他很害怕你不接受他，你不爱他。最后一章 I regret lying to you， 我不知道他骗了你什么。我们看下面这一章 I worry about us a lot。 这个7有可能是宝剑7哦，宝剑7就是一种隐藏欺骗的能量，躲藏的能量，不展现真实自己的能量。这张我后悔我骗了你，所以这就是对应到宝剑7，他常常在担心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发展。这张在第2组还是第1组也有出现，所以大家看可以思考一下，你觉得对方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骗了你？这个骗可能不一定是很大的事，可能只是说他可能会觉得找理由说他现在可能不适合发展关系啊，你们不应该在一起啊，或者是你们做朋友就好啦，但是其实心里他很想要跟你稳定发展关系，或者是就是这样的欺骗也是有可能的。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有为大家解惑，然后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也可以帮助这支影片传达给其他需要帮助的朋友，好吗？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那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跟不定期别的主题的塔罗运势，欢迎大家在上面跟我互动哟。另外有个占需要的朋友可以 email 给我，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有我的 email， 你们可以写信给我询问关于个占的问题。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